们还有一个声明想要说，这个事情是稍微比较严肃一些。我们收到了我们朋友给我们发来私信，告诉我们我们的视频被恶意搬运了，甚至他们搬运到了自己的网站上去盈利，对，说收费节目。你的朋友怎么问你来着？说高飞你就缺那么点钱，高飞你就缺那么点钱吗？做了这么但这个事情也有另外一个原因，就是这个事情没关系啊，也可以说一下嘛。就是我们如果是我们的忠实的观众、粉丝朋友，应该能发现我们有一期节目下架了啊。简单的分享一下，就是那个故事中的某一些人物也看到了，就是传播力真的很广，然后也看到了这一期节目。为了避免一些不必要的争端，录制节目的那个朋友多伦多熊王他也要求我们下架，我们也尊重我们的嘉宾的意愿，所以我们也就下架了。我们一起向前看。对，虽然那个期效果很好，有点心痛是真的。对，有点心痛。对，然后我们这里就是严正的声明，就是没有我们的授权，没有我们的授权，任何人不能将我们的视频转载到任何的地方。我们的频道只有在 YouTube 这一个官方平台上播放，目前我们没有开发 YouTube 以外的任何平台。然后坐在地铁上面的时候，我总觉得好像那个冷风能吹进我的洞，结果洞因为它太大了，我洞都没有完全缩回去。我印象最深的、最大的，除了黑人的那个以外，就这个日本人看，很大很大很大。我可能要照顾一下，我就立刻把它拥入怀中，然后舌吻一下。如果我参加这个节目，我会是那种主动出击的人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全亚洲同志圈最火热、最流行的华语同志节目《Gay to Gay》。我是高飞，我是亚当。高飞，你也讲一下你今天这个穿着打扮有什么设计在里边？我今天主要是一个夏日的感觉，这个夏日体现在哪里？体现在这个衣服是镂空的，因为他们看到是洞，就是露肉的那种。看露我，你看你就知道啦。今天就是故意小小的露一下胸毛什么之类的。你下次有本事你就露下面的阴毛。那我就是只能开在 OnlyFans 下一步的战斗目标了。介绍我们今天的穿衣风格，那我们就引入今天的主题，就是最近最火的一个日本的综艺真人秀节目《夏日咖啡男友》。就这个节目来聊一聊我们看完之后的感想。我一看到这个消息说 Netflix 要出一集日本的第一档男同志的这种恋爱节目，我真的非常期待。总体来说，我觉得，我觉得日本它的拍摄手法就有点那种浪漫，又有点温馨。然后调色也好啊，包括里面的那个真人秀的演员的选择也好，它让我更加容易进入到那种恋爱的那种氛围的甜蜜感里面去，就还是有一点日剧的小浪漫、小清新在里边，就是你能明显感到韩国综艺跟日本综艺的不一样。对，就是韩国综艺它会设计非常多的情节，但是这个节目真的还是蛮小清新的。不过日本男人这种类型，在你的心目中啊，你是你的菜吗？我觉得日本的男人的型特别的多样化。而且是那种明显的不同，真的吗？有美男啊，那美男我就真的我是我的型，我理解他们的专属，花美男那种。但日本又有很多那种很 man 的感觉，就像我们节目里面会出现的那个有个嘉宾是做 Go Go Boy 的那个叫做尤萨克，他就是有一点那种北美的风格的那种，他很帅他是很帅，所以说风格相差很大嘛。那尤萨克你行不行？我尤萨克他是帅哥，但是你也不行，我也不是，他是帅哥，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他这种帅哥会让我觉得没有这么强大的性吸引力。我觉得有可能是我自己的问题，因为我觉得太帅的帅哥，我会觉得他肯定不会喜欢我。那比如说他从事 Go Go Boy 这个行业、这个职业，会影响你对他的好感度吗？首先肯定会。他如果是真的是做男朋友，我会觉得会非常没有安全感，因为他太帅了，很多人都会去喜欢他，我会觉得很没有安全感。我觉得这个倒是也有可能，因为节目还在播当中，还不知道后面的发展如何。但我觉得这真的也可能会是大家考虑他是否成为一个约会对象、恋爱对象的一个原因。现在已经才播了3集，已经所有的嘉宾都轮了一遍，所以所有嘉宾都轮了一遍吗？对啊，这个节奏应该还是挺快的，节奏还是蛮快的。节目里应该好像一共是有9位，但是目前来说就出现了8位。这8位呢，分别有这么多，我看看，分别有这么多类型各式各样。你可以猜猜我会中意哪个？我觉得
我觉得以你的性格呢，因为你喜欢老一点的、成熟一点的，然后壮一点的。然后首先排除 Alan， 因为 Alan 跟你撞型了，你们都是花大姐类型的。我信你个鬼！然后排除法刚刚排除到 Alan， 啊，想一想啊，那我觉得像俊那种应该也不是你喜欢类型的，那种感觉整天想的事情比你还多。等我们重点讲一下这个男的，这个男的可不是一般的 gay， 他真的不是一般人哎，所以难怪非常的有手段，所有的同性恋学着点。所以就是有的人天生就是主角，你看这短短几集，就是他完全就是你想剪辑师从那么多素材里就发现他的故事最特别，他的故事最吸引人，就但是除了他故事吸引人以外哈，他确实长得还可以的，是帅哥，是真的是个帅哥，美男系，这个无可厚非，这个没有可争议。但接着猜，然后其实我真的最终怀疑你还是喜欢那个 Yusak， 我跟你说不是啊 Yusak 也不是，Yusak 真的，那你不会喜欢那个台湾化妆的男生？你也不是，那难道？不会，你会跟我喜欢同一个人吧？你喜欢的是谁？等我猜猜，我觉得你很喜欢太线。好吧，我确实喜欢太线。他一进来，我整个人内心有点小雀跃。然后他一进来，因为我刚好那个莱德坐在旁边看电视，我说：“哎，这个人好像你哦。”啊，你这个，你说话小心一点，他可是你大学从到现在的好朋友啊！他不像吗？我们有一期节目，莱德有上过的，观众朋友们，你们自己去看一下莱德，然后你们再看一下太线。但只是说没有胡子版嘛，太线有了胡子，没有了胡子。不想多说什么，我们就让观众来看，照片在这里，照片在这里，等你们看照片，然后你们自己来决定，好吗？好吧，那你不会说你也喜欢太线吧？我 frankly speaking， 我其实每个都没有那么强烈的感觉啦。但是如果你一定要我选的话，我也是选太线和何人里面挑一个，2选1。那我记得你之前也是是不是也深爱过日本人这一型啊？的确是有这么一回事，我以前跟你提到过，我还记得他的名字叫 Ken， 就是我不提他这个人就故意假装不记得了，真的是。他是我还蛮有，就是这么多年过去我还记忆犹新的那个人。其实最主要的原因，其实最初的时候是在 Grindr 上，最初真的是在 Grindr 上，就是看到他的照片，只是约炮嘛，想约他，但他没有搭理我。后来呢，通过朋友，然后又认识到他，然后呢就发生了，就约了炮。然后直接直入主题就是去搞，大搞特搞，他的技术怎么样？哎，我觉得有点好到爆啊！而且我真觉得是我遇到过，大家讲嘛，就是遇到过这种大屌 whatever 大屌，我印象最深的、最大的，除了黑人的那个以外，就这个日本人看，很大很大很大。真的有多大？有多长？我真的就是长长的，还是说粗粗的，还是怎么？它是够长，但是肯定没有黑人那么长啊。就是它的长度大约是什么概念？我感觉好像就反正就是比一般的亚洲人都要长啊，但是没有老外那么长，但它很粗很粗，它的那个金箍棒一样，就是很粗，它就感觉比我遇到的那些人都要粗，很粗。然后我觉得完蛋，进不去啊，这怎么进得去啊？但它技术非常的好。技术非常的好，它是让我没有痛苦的慢慢进去了，真的很粗啊！就是那个感觉，我都感觉都就真粗啊！我自己有些时候觉得人类就是有些时候要挑战自己啊，你永远都不知道自己的 limitation 在哪里。挑战完它之后，发现哦，原来我也可以这样子，就是另一个视角去看待这个问题啊。但是它真的很粗那像这种又长又粗，会不会不持久？它持久到不行啊！它就是很猛，而且它就是最厉害的地方，它有个开关，就是因为刚开始的时候，因为它太大，不是那么好进，所以要时间很久嘛。那它不是时间那么久的话，有的时候会软一点，对吧？对啊。但只要一舔它的奶头，立马就嘣的一下放硬。它奶头就是开关，你一舔。对，只要一舔就咚一下就放硬的，哇，这真的是厉害哦！只要就是感觉有些男的这时候可能稍微累了，稍微软一点点的时候，你就奶头这样，这样咚的一下就起来了，就是很猛，很猛。然后就是我记得有一次我跟他搞完，然后那时候我还是就是下班了，然后去找他的。然后搞完之后不是坐地铁回去嘛？对啊。哇，我真的就觉得怎么会张那么大？就是感觉那个洞就很胀大。因为我坐地铁的时候，反正就是地铁里很冷，然后坐在地铁上面的时候，我总觉得好像那个冷风能吹进我的洞，结果洞因为它太大了，我洞都没有完全缩回去啊！什么？你在开玩笑？我再给你确认，你真的是感觉到下面有风？对，我感觉到就是有冷风吹进我的洞的感觉。然后。那是一次搞完之后呢，又
很久都没联系了。在 Facebook 上看到的，在脸书上看到有共同的朋友。后来我再听说，他其实好像有在做一些，那个就是那些服务业哦。我朋友给我看的那个网站，我看到了他的照片，然后他的确是在上面放了自己的广告。没关系啦，我们现在也在做服务业啊。哇，我们刚刚从一个非常纯情的节目聊到了。但是 whatever， 但还有最后一把，就是最后我听说他后来回日本了，我就打算我说那在回之前还要跟他再见一次面，然后我再去找他，他就不搭理我了。要是说不定这个节目还有一个嘉宾就是他，是第9位嘉宾。9位嘉宾，你在收看电视的时候发现如果真的是他的话，那真的就是今天的消息。我真的很想念他。但是他给我带来很美好的感觉，让我第一次感觉到什么叫做冷风吹进我的洞。Back to 我们的这个夏日咖啡那个男友。对不起，这么清纯的节目我们又脏了。然后其实回到这个节目啊，他这个节目里边就是所有的参与的嘉宾很多元，其实各种类型的都有。但是可能还可能我觉得目前大众能比较接受的是30度。他可能打断一下市场，下一个第9位，年龄50岁。其实我觉得里边很多人看起来就是很会想要找一个 Sugar Daddy 比如说我觉得那个俊啊，因为他就是很有手段。我真觉得很有手段。但是呢，你就说他哪里有手段，你先讲嘛。首先就是他整体上会给别人一种很疏离的感觉，知道吗？但是当他开始确定就是有人喜欢他的时候，他就会跟那个戴发生一些比较暧昧的肢体接触，比如说两个人在沙发上就靠在别人身上，然后头靠在他肩上。但我觉得他最厉害的一点是什么？就是刚开始觉得他很不说话，感觉有点忧郁啊什么的，然后觉得哇，他这个男怎么那么忧郁啊，那么装啊那种感觉。后来呢，他有一次就是跟那个戴出去，在那个坐在那里，然后准备夕阳要下来了，他就说，他说我不知道你喜欢我，会不会喜欢那个人，会不会是因为他喜欢我，我才会有这种回馈感，是不是自己真正的喜欢他有点不知道，所以他只能通过接吻。我觉得哇，好会哦。然后站起来了。我觉得一般情况下就是要接吻，了。那个戴主动的意思就是说，我要接吻。他说 no， 就躲开。他掌控了他知道他要接吻，他就不让他接。就是当时我们在看这个片段的时候，我立刻就尖叫起来了。你可以亲我，我要通过亲你来知道我的心意，但是让我来决定什么时候。但还有一个最厉害的，还有哪里？他还有吗？还有，我只记得这个比较。第二个场景知道我那个厉害。他不是有点忧郁吗？然后他就是感觉整个人回馈的比较，就是 feedback 比较少。比如说你给我这么浓烈的感情，我都是那种冷冷淡淡的。但是呢，我又是要靠的，又是要抓的，又是想抱的，又是要亲的。但是就是那种冷冷淡淡的感觉。为什么呢？心扉没有打开。对啊。然后为什么没有打开呢？那天在屋里面又钢琴又弹琴什么，然后他说出了他的故事。就为什么就是能在那么刚好的一个 vibe 下，就是在那个时候他就说了，然后就说我其实是孤儿，我在福利院长大，我其实不懂什么叫家人，也不懂什么是爱。好，你这一下听完之后，我立马就觉得他之前的那些所有的那些冷峻的都 make sense， 我觉得他好可怜，我就觉得他就是要值得被爱，你就是应该要用猛烈的爱要攻他的感觉。因为里面还有一个情节跟他们有关系的，就是俊发现了这个戴，他可能是平时是一个花花公子，可能约炮约了很多，看到他的手机内容。这点我是觉得没有必要那么早。所以我就说他想要这个人要帅，要身材好，还要这个人要爱他爱得不得了，还要这个人要爱他爱得主动。但是问题是你找的帅的身材好的，他就注定的追求的人就会多。如果这么好的人，他这么爱你，你的 feedback 是一定要强烈回去的，你又不强烈回去，那你这个人怎么可能一直在付出嘛？除非那人真的就是被你灌了迷魂汤。那这个俊他本身，他一个客观情况就是他确实是孤儿嘛，他是缺少爱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他到底要不要跟，比如说他心仪的对象，要公布揭开自己的伤疤呢？我觉得是，如果他是你觉得你喜欢的，你跟他揭开伤疤是对的。但是问题是，如果你以后的一些小小的事情，都是会把这个事情拿来说事情的，那就说明另外一方会在落实方不平等的状况很难够持久下去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些心理的问题，或者心理的一些缺点，或者是一些受伤的地方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伤痕，不能把这个伤痕一直放在这里，然后让对方永远的在这里服务于你。那你这个时间久了以后不平等的。哇，你说的好有道理哎。但是说实话，我自己也觉得他是孤儿，我觉得好可怜，我觉得真的很可怜，我就好想爱他这种感觉。他当时一说出来，真的整个人心都软了。你说句实话，你作为一个如果你这个男生出现这个情况，比如说
我家里人就是没父母的孤儿，然后家里很穷，自己一步步爬出来，你心里会不会有点对他有点就是我可想要能会立刻照顾一下他，我就立刻把他拥对这个入怀中，然后舌吻一下。其中还有哪一对让你觉得印象比较深？可能就是那个言行和亮太，但是亮太其实是一个模特，还挺时尚的。就是亮太个子很高，然后一个模特脸，对，然后脸小小他很时髦的。其实发生在亮太跟言行之间的就是一个互相误会的一个爱情。言行看到第一晚的信的时候，然后做个对比，发现这字迹应该是亮太的，他就以为是亮太喜欢他。但还有一点就是，他不是两个人要搭档去卖咖啡吗？他选择的是言行啊，所以说多少言行也会有一点对啊。所以言行一直以为亮太喜欢他呀，但其实亮太喜欢的是俊啊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你在那个环境里面的话，你觉得你会被他们喜欢吗？谁会喜欢你吗？我觉得我应该还会被人喜欢吧。如果我参加这个节目，我会是那种主动出击的人。要我也是主动出击的人。我somehow我是那种自信中又自卑，所以我会觉得在那个节目里，我如果不去主动的话，是不会有人喜欢我，所以我一定要很主动。要展现自己，或者说他们也有可能就只喜欢跟我做朋友。我的生活中就是这样子，大家都喜欢跟我做朋友。我真的就觉得，为什么要跟我做朋友？就是我想要的就是霍霍我，不要来跟我做朋友。别人参加的都是恋综，你的参加的只是一个交朋友游。快来和高 free 做朋友。好，那大家就可以记得关注我们的 Instagram， 跟高 free 做朋友。对，我们 Instagram 在我们的那个 YouTube 的 description 里面会有放我们的那个 Instagram 的 link。对，我们待会儿也会打在屏幕上，大家记得关注我们，可以跟我们私信聊聊天，分享我们的一些心情。如果你觉得我们的Reels 或者是 Shorts 可以发什么内容，你们喜欢的话，也可以跟我们说。这也是我们第一次以这样的形式录节目，我们节目一直在尝试不断的用新的形式来跟大家见面。这一次我们跟大家分享了咖啡夏日男友的前3集的一个观后感。如果你也喜欢这一系列的节目的话，请给我们点赞支持我们。如果这一期效果好的话，我们再做第2期。对，谢谢大家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